免費版 Claude 可能已經比你花錢買的 AI 工具更強了。2026年 Claude 開放了幾個以前的付費功能，這期視頻我會通過具體的案例教你如何配置這些功能，然後用它們去完成一些具體的任務，比如把零散文件處理成結構化的數據並完成分析，按照設計規範快速處理文檔的格式，自動整理電腦上的文件等等。不過在此之前，我必須先帶你檢查幾個設置，這直接決定了 Claude 能否完成這些工作。點擊左下角的頭像 Settings， 然後進入 Capabilities。首先是允許 Claude 從你們的對話中提取信息作為記憶，只有這樣 Claude 才能知道你是誰，你在做什麼，並把对你的理解應用到後續跟你的協作上。比如我讓 Claude 給我做一張海報，這是一個虛構的例子，我並沒有這樣一門課程。這種一句話式的提示詞實際上也是一個錯誤示範，因為幾乎沒有提供什麼有價值的信息或者提出更具体的要求。但是 Claude 還是憑借對我和我的工作的理解，策劃了3個課程模塊，提煉了課程賣點，適合哪些受眾等等，就還挺像那麼回事的。如果你剛開始用 Claude， 那麼快速幫它建立記憶的方法是導入你在其他 AI 工具的記憶，發送這句提示詞給其他工具，引導它把關於你的信息一五一十地列出來，然後再把結果粘貼到 Claude 這個文本框就行了。接下來是代碼執行和文件創建，要想 Claude 幫你處理文件或者使用 Skills 技能，必須開啟它。下面的允許網絡出站流量也建議打開。Claude 有時需要一些額外的編程工具，開啟之後，它會從經過審核的來源下載安裝。我們來看一個案例，讓 Claude 處理文件來幫我完成數據分析。這幾個文件是我的一條內容的數據，2張 Excel 表格，一個 CSV 文件，2張截圖。這些文件包含了很多個數據指標，很多頁的明細表。我把它們作為附件傳給 Claude， 又提了一些具體的需求。新建一個 Excel 文件來合併數據，匯總關鍵指標，用折線圖呈現幾個指標的趨勢。最後再基於這些數據，從不同的角度給出分析和行動建議。發送之後 Claude 先是自動找到了合適的工具，然後去讀取附件裡面的內容，執行代碼，處理數據，創建文件等等。前後等待了大約5分鐘， Claude 交出了這份 Excel 文件。第一頁是核心指標，也就是我在指令的第2條羅列的那些，包括我要的幾張折線圖也在裡面。有幾個指標是它基於原始數據計算的，它也在後面做了說明。再後面就是一頁頁的原始數據明細，當然還有一份很有指導意義的数據洞察。總的來說是不錯的，已經可以把我從手動整理數据這種很耗時的任務当中解放出来了。不過還是有可以優化的地方，比如格式有點雜亂，閱讀體驗比較差。更重要的是，虽然用一模一樣的提示詞，但它每次給我的 Excel 文件都不一樣。比如上次它給我的是这樣的，這次是這樣，那下次大概率又是另外一種了。包括每次數據分析的框架也不太一樣，這種不穩定就是我們使用大語言模型 AI 最常遇到的問題，這也是接下來要聊的 Skills 技能要解決的問題。不同的任務有不同的處理流程，要使用不同的工具。如果把這些流程規則提前寫好，封裝在一起，就是一個 skill。比如前面演示的處理和分析內容數據，我把這個任務寫成了 skill， 裡面規定了數據處理的流程，怎麼計算核心指標，給出了輸出 Excel 文件的具體結構和樣式，以及更詳細的數據分析框架。雖然寫這個 skill 花了些時間，但之後再處理內容數據的時候，我不用再去寫一大段的提示詞了，就可以得到一份結構、樣式、分析維度都非常穩定的報告，不用再去開盲盒了。Claude 官方也把他們的品牌設計規範做成了 skill， 我把需要處理的文檔丟給 Claude， 告訴他用這個 skill 處理文檔的格式，然後一個長這樣的文檔就被處理成長這樣了。現在 Claude 已經內置了這幾個 skill， 我們也可以通過 Browse Skills 添加。不過現在這裡面很少，我整理了一份熱門 Skills 清單，感興趣的可以跟我要。接着我們來配置 Connectors 連接器，也就是外部工具，讓 Claude 能調用其他網站軟件的功能或者數據來一起完成工作。這代表着你不需要拋棄自己用了很多年的工具組合，攢了很久的數據，而是把頂級模型的能力跟它們組合在一起。比如隨時調用你 Google Drive 的文件，幫你維護你的 Notion 資源庫等等。點擊這裡的加號，有2種添加連接器的方式，一種是自定義，這對非技術用戶來說不是首選，更簡單更安全的方式是 Browse Connectors， 就像使用应用商店一樣去瀏覽安装。安装前，我们可以检查下连接器的作者，来自常见的互联网公司或者 Claude 官方的，会比较安心可靠些。
雖然都叫連接器，但它們被分成了在線連接器和桌面擴展，還有一些在線連接器支持交互，比如 Spotify 的連接器就支持交互。我讓 Cloud 幫我找了一些歌單，歌单的呈現用的就是可交互的小組件，我可以直接在這裡操作我的 Spotify。Gmail 連接器不支持交互，那 Cloud 獲取我的郵件數據，最終全部以文字的形式呈現結果。桌面擴展的核心特點是可以跟你電腦上的文件軟件交互，所以只能在電腦端使用。比如我有一個文件夾，裡面是200個沒有分類的音效素材，我跟 Cloud 說整理一下這個文件夾的素材，刪除其中重複的。Cloud 調用了 File System 這個擴展來完成，先是通過文件名、文件大小識別重複素材，然後給出它的整理方案，得到我的確認後，直接新建文件夾，移動文件。關於連接器，有2個需要你特別注意的地方，一個是所有的連接器在安裝完之後，我們都要去檢查一下它的配置，也就是這個列表。一方面是了解它的具體能力，它能獲取哪些數據，執行什麼操作。更重要的是控制好权限，像只讀類的操作我會設置為始終允許，但涉及到修改刪除的話會設置成需要審核，也就是對話中會出現這樣的一個小的確認窗口，我確認之後它才能繼續。第二個是，如果你安装了比較多的连接器，那麼工具加載模式就需要你謹慎選擇了。加載工具是指加載工具的名稱、功能說明、參數結構等等。始終加載就意味着，即便這次對話你根本沒有使用工具，這些信息也都被預先發送給了模型，就會消耗你的 token 額度，還有這次对話的上下文窗口。Cloud 官方給出的設置建議是這樣的，我也整理了一份表格來供你參考。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。如果你有任何疑問，或者想看某個功能更詳細的講解用法，都可以在下面告訴我。我們下期再見。